第162章奥托大师。第二日清晨的第一抹余晖刚刚洒向大地，萧炎便是早早的出了旅馆，并且在出来之时还顺便打听了一下炼药师公会的位置。行走在清晨的街道上，萧炎想起先前在打听炼药师公会位置时，那老板露出的惊异与谄媚神色，便是暗自有些好笑与感叹。看来炼药师的这种高贵身份的确是已经深入每一个斗气大陆人的心中了呀，不然这些人也不会在提起炼药师公会时便露出那般敬畏的神态了。黑岩城不愧是能够在加玛帝国内名列前茅的大城市，虽然此时是清晨，不过大街之上依然是一片繁华，人声鼎沸，而且偶尔还有着护卫军整齐走过，铠甲互相碰撞的整齐声音在清晨的上空清脆地响起，犹如晨钟一般。顺着旅馆老板所说的路线，萧炎慢慢地转过几条颇为修长的街道，转了好半晌之后，方才缓缓地停下了脚步，抬头望着这幢出现在眼前显得大气磅礴的建筑物。这幢房屋造型颇为别致，整个外形大致的看起来就如同是一个药鼎一般，在房屋的周围还设置了犹如要顶通火口一般的窗户，高高的房顶之上，硕大的顶盖匍匐而下，将房间遮掩其下。目光在那建筑物外淡紫色的檀香牌匾之上，5个字迹隐隐有些模糊的古朴字体闪烁着淡淡的毫光。炼药师公会。嘴中轻声喃喃了一句，萧炎偏头四下望了望，发现所有路过这幢别致建筑物的人大多都会对牌匾投去一抹敬畏的目光，当然也有一些路人对着那一直傻傻地伫立在炼药师公会外面的萧炎也投去许些诧异的视线。没有理会周围的目光，萧炎手掌轻轻地摸了摸背后的悬重尺，然后这才对着炼药师公会大步行去。走进门口，2名早已经注意他很久的全副武装的大汉却是伸手将之拦了下来，嗡声嗡气的道：小兄弟，这里是炼药师公会，你要进去，有自己导师的介绍信吗？介绍信？闻言萧炎一愣，心头有些疑惑的轻声问道：老师，那介绍信是啥东西？这个我也不知道，斗气大陆上每个帝国都有自己的炼药师公会，而且彼此的规矩也不一样，我以前很少来加玛帝国，所以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戒指中药老同样是有些愕然的道，无奈的摇了摇头。就在萧炎有些苦恼之时，一阵香风忽然从后面扑来，在他的感应中，这阵香风的主人似乎并没有闪避的意思，微微皱了皱眉，萧炎只得将挡在门边的身体让了开来。萧炎刚刚让开，一道娇小的倩影便是急匆匆地停在了他先前的地方，然后也不理会一旁的萧炎，回转过头对着后面娇声道：老师，你快点吧。哎，丫头，大清早的这么急做什么啊？说不定现在佛克兰那老家伙还没起来呢。苍老的声音有些无奈地从后面响起。萧炎微偏过头，目光扫向那名踏着懒散步子缓缓走过来的老者，眼睛转了转，最后停留在了他胸口的徽章上。只见在那古朴的药鼎表面上竟然精心地绘制着4条银色波纹。4品炼药师。心头惊诧地呢喃了一声，萧炎再次偏回头望着那站在身旁不远处的紫衣女子。女子年龄或许在20左右出头，一张娇俏的脸颊也颇为美丽动人，身躯略微有些娇小，不过发育倒是颇让人惊讶，该凸的凸，该凹的凹，丰满成熟的娇躯之上穿着一套紫色的紧身炼药师服饰，这般看上来很有些高贵的制服味道。毕竟炼药师的服饰可不能随便穿戴，不过虽然穿着炼药师的服装，但在他的胸脯位置却并没有任何代表品阶的徽章。女子一头长长的青丝被一条紫带束着，然后一直垂落至娇臀之上，甩动起来时轻轻地拍打着那圆润挺翘的香臀，轻微的滴滴声响却是犹如猫爪子一般，不断地抓绕着周围那些眼睛视线有些不对的男人的心。似是察觉到萧炎打量的目光，女子微偏过头望着萧炎那身普通服饰，不由得柳眉微皱了皱，丢给了后者一个大白眼之后，然后对着拦在门口的2名大汉娇哼道：让开吧，挡着好玩是吧？嘿嘿，林飞小姐今天是来考取1品炼药师的吧？奥托大师
不愧是号称黑岩城最强的炼药师之一啊！短短3年时间，竟然便让的小姐成为一名真正的炼药师了。虽然女子的声音有些不客气，不过那2名大汉却是赶忙陪笑着，然后身体侧开，让开了一条通道。放心吧，等我正式成为一名炼药师，一定不会亏待你们。女子笑盈盈的道，旋即目光随意的瞟了一眼一旁衣着普通的萧炎。虽然他的老师与父亲经常教导他人不可貌相，不过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这位少年，却依然没发现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论帅气，黑岩城比他帅的一大把；论实力，就算对方是一名7星以上的斗者，可在他眼中依然没什么了不起。在这黑岩城，即使是一名斗师，看见他也要恭敬地叫一声林妃小姐。缓缓地收回目光，林妃微微摇了摇头，终于将所有的注意力从萧炎身上移了开去。初次见面，虽然心中谈不上什么不屑，不过却也并未将之放进心中，纯粹是当作路人甲乙丙看待吧。哎，走吧，丫头，今天可别我丢这张老脸啊，不然日后弗兰克那老家伙肯定不会放弃这种笑料来取笑我的。此时，后面的老者终于懒懒地走了过来，冲着女子取笑道：“奥托大师！”见到老者，2名守卫大汉连忙恭敬地对老者弯身行礼。呵呵，对着2人笑着点了点头。被称为奥托大师的老者向前行了一步，扫动的目光忽然停在一旁无聊等待的萧炎身上，不由得微微一愣。不知为何，他似乎有些模糊地觉得面前的少年有点不同，不过具体是什么地方却又说不出来。放心吧，老师不就是炼制一枚成型的丹药吗？这还能难得住您的乖弟子吗？林飞娇笑着拉住奥托大师的手臂，撒娇笑道，宠溺地拍了拍林飞的脑袋。奥托对着一旁的萧炎露出善意的微笑，然后拉着林飞对着炼药师公会内部走去。老师，你怎么对那人如此和善啊？可不像你的风格哦。走进公会，林飞疑惑的道：“哼，总觉得那小家伙有点与众不同的地方，不过也说不清，或许是幻觉吧。”奥托笑了笑，随意的道。闻言，林飞无奈的摇了摇头，只得跟着奥托快步对着内部行去。小兄弟，找到导师介绍信了吗？目送着奥托走进公会，一名大汉护卫再次对着萧炎笑道，只不过看他眼中的怀疑神色，似乎并不认为萧炎能够拿出来。当然，事实也的确如此。抱歉，那东西我没有。无奈的摊了摊手，萧炎扬了扬下巴。刚才那位小姐好像也没给你们检查介绍信。林飞小姐的导师可是4品炼药师奥托大师，你不会连这名头都没听过吧？听着萧炎的问题，那名大汉看待他的目光犹如傻子一般，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萧炎忽然缓缓地伸出手来，你想干什么？望着萧炎的举动，2名大汉顿时脸色一变，手掌豁然抓向腰间武器，大喝道。没有理会2人，萧炎目光直直地盯着手掌，片刻之后，一股汹涌的紫色火焰猛然自掌心中腾烧而起，紫火的炽热温度让得2人脸色大变。凝聚石火，4品炼药师？惊骇的声音从2人嘴中不可置信地吐出，以他们经常守卫炼药师公会的见识，自然是知道凝聚石火至少是必须4品炼药师才有可能办到的事情。不过如果说对面召唤出石火的人是一名行将就木的老者的话，他们倒还能平静一些，可面前的人分明只是一个不过20的少年啊！抱歉，我并不是4品炼药师，不过因为一些缘故，我能召唤他们罢了。目光瞟了下周围，发现已有不少人被2名护卫的喊声吸引了过来，一些眼睛尖的更是看清了萧炎手中的紫火。顿时，几道震撼的倒吸凉气声在炼药师公会外响起来。望着这一幕，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只得甩了甩手，赶紧将紫火熄灭，对着2名护卫道：“现在我可以进去了吗？”“可以，可以，小兄。”“哦，不，大人，您里面请。”面面相觑了一眼，2名护卫赶紧卑微地弯下身子，恭敬地道：“瞧得进个门都引出这些麻烦事。”萧炎只得在心中苦笑了一声，谁叫自己总喜欢低调，现在搞得身上不仅没炼药师的徽章，而且连等级公会的等级徽章也不曾有一个。叹了一口气，萧炎手指弹了弹袖袍，
然后缓缓举步走进了这座几乎是居住着黑岩城内地位最高的一种职业的建筑物。